保时捷品牌的前身是一个拖拉机公司，那么它是如何摇身一变，成为了世界优秀跑车品牌的呢？这可要归功于小斐迪南设计的保时捷356了。这款车是第一辆量产的保时捷，如果只从外观上看，大家可能会发现它和大众的甲壳虫有点像，其实这都是有原因的。小斐迪南的父亲就是著名的大众甲壳虫设计师，保时捷356的灵感就源自于此。二者的后置风冷发动机和扭力梁悬挂一脉相承，但你要是认为它和甲壳虫没什么区别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首先，这款356的制造质量非常高，性能表现也尤为突出，各项数据放在当时那个年代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。而且它还首创了保时捷独有的外观造型，那就是一对独特的青蛙眼大灯，辨识度非常高，为后续的车型风格奠定了基础。不过伴随着配置的提升，它的价格也是贵得离谱。据说该车型在1965年停产时，一辆的售价能买2辆捷豹一起，但就算这样也无法抵挡人们的热情。这款车累计生产了76000多辆，购买者几乎遍布世界各地，也就是说几乎在一夜之间，保时捷就跻身世界优秀跑车品牌之列了。而那款356更是被人们视为经典。但这个世界总是这么残酷，不管是多么经典的东西，都会被时间所摧残。眼前的这辆保时捷，此刻已经看不出来还有车的样子了，而它的主人特雷弗的状态也不容乐观。今年他已经70岁了，在福特工厂工作了一辈子，退休之后用全部积蓄买了这辆保时捷，从此就一直把它当作宝贝来对待。不过好景不长，由于车子的年限太久，他还没有开几年车子就接近报废了。好在特雷弗此前一直在汽车厂工作，想自己动手修复也相对容易，但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不久前他被查出了重症。为了不让孩子们担心，他选择隐瞒了这个消息。不过后来还是被家人发现，由于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治疗，这就导致他无法把自己的老伙计翻新出来。为了实现特雷弗的愿望，他的子女就找到了希望车厂。谁能想到就在这个破烂的小仓库中，竟然还藏着一辆绝版的保时捷356呢？当二人打开库门的那一刻，一股铁锈的气味扑面而来，这辆车已经处于了报废状态。当小强想打开车门检查内部时，结果刚一用力，门直接掉了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发现车身也被撞过，套件上有一个巨大的凹陷，就连壁柱也腐烂了。虽然这些听起来让人很难受，但还是有值得高兴的事情，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成色还算不错，生锈的地方也不多，修复一下应该还能用。两人简单的检查了车子的状况后，就拉着他回到了工作室。在起升机的帮助下，车子很快就被架了起来。他们打算先从底部开始处理，结果让两人没想到的是，这辆保时捷竟然锈蚀得这么严重。尽管底盘部分有玻璃纤维的保护，但当小强把它撕下来时，铁锈粉末如同下雨一般飘落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辆车已经是没救了。员工们也开启了集体吐槽模式。为了避免它在翻新时散架，小强先在侧面焊接了一个钢条，给车身提供一些强度支撑。接着大家把内部的零件拆掉，然后切除外表锈烂的地方，要把这个车壳送到酸液池中进行清理。在这个等待的时间里，小强联系了一位修复引擎的师傅。两人先把发动机的气缸盖拆掉，发现气缸边缘的磨损比较严重，已经失去了密封的能力，而且气缸内壁还有锈蚀和磨损，不管再怎么修复都不能恢复正常。但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这款发动机的气缸可以自由更换，到时候直接淘一个新的就可以了。说话间，两人已经把所有零件都拆掉了，他们要来一次彻头彻尾的翻新。此刻在大强这边，他找到了当地最大的保时捷356二手零件商，要在这里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买到一些二手零件。结果还没等大强展开自己的清单，老板就说我这里有你想要的任何东西。起初大强还有点不敢相信，但当两人来到后面的院子，看到这里摆放的几十辆保时捷356时，之前的疑虑瞬间被打消。这位老板是真的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一项事业。你的父母是否也是报喜不报忧呢？眼前的这位老父亲，为了不让在外打拼的孩子们担心，隐瞒了自己身患重症的消息。孩子们知道时后悔不已，决定将父亲收藏的保时捷翻新，完成父亲年轻时的梦想。这辆车虽然很稀有，但是外观基本上处于一种报废的状态。车厂把它从酸液池里取出时，发现车头部分已经几乎没有了，用手轻轻一碰就碎。看来这又是一场硬仗。正当两人要开始切割钢板时，特雷弗的子女来到了车厂，他们要查看车子的翻新进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两人是这么多期以来唯一带着礼物来的，这让兄弟二人有点意外。懂得感恩是一个很好的习惯，这个道理放在任何地方都适用。几人简单的寒暄了几句之后，小强就掀开了车身的遮挡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时捷已经成了骨架，修复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。两姐妹希望车厂能再快一点，因为他们在1周后要去出差，怕到时候赶不上这个交车时刻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强也很无奈，就算他们没日没夜的加班，这辆车也不可能在1周之内修好。这里我要插一句嘴，我觉得马内是永远赚不完的，但我们和亲人的相处时间却是有限的，大家一定要珍惜眼前人。送走了两姐妹后，
员工们开始加工车身的板件。他用机器对钢板进行压缩，把1.2毫米的钢板压缩成1毫米。虽然听起来变薄了，但是结构强度却并没有降低。这时之前的发动机也被修好送了过来。小强先把变速箱组装上去，然后对其进行简单的调试。现在车身的焊接也已经完成。为了保证喷漆的效果，员工刮上腻子又进行了反复打磨，最后给车子喷上了一层黑漆。此刻这个车壳已经脱胎换骨。接下来大家把所有的零件装了上去，一辆几乎全新的保时捷356就诞生了。大强决定把特雷弗约到自行车馆，在众人的见证下，将这个惊喜交到他手里。等到所有的伪装都就绪后，主角特雷弗才缓缓入场。此刻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在大强的一步步引导下，特雷弗就被带到了场地中间。众人把帐篷拿了下来，一辆全新的保时捷356就出现在眼前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一股热泪瞬间奔涌而出。虽然这个结局还算圆满，但我们还是要珍惜眼前人。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，陪父母的时间在一点点减少，不要等失去了再后悔。Oh, I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, when I see you